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调停沙特、伊朗关系引发外电的猜测，调停乌克兰问题将遭到美国的巨大的阻力。上周，当全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两会的时候我国外交部门又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大惊喜。在我国的斡旋下，伊朗和沙特的谈判代表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将要在2个月内恢复互设使馆，并开始进行双边贸易、文化等合作的谈判。中国做到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沙特和伊朗有上千年的世仇，因为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争斗不断。1979年前伊朗有巴列维国王掌权的时候，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也曾经想调和两国的关系，但没有成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拉拢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打压伊朗，就更不可能调解矛盾了。对于中国这一次成功的斡旋，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实力上升和美国实力下降的表现，是中国主张的和平发展之路获得世界普遍认同的表现，也是美国霸权主义外交路线失败的表现。但这还没完，美国《华尔街日报》在3月14号报道，中国也将要调停俄乌冲突。中国领导人很快就要出访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同时也会给泽连斯基打电话。今年2月21号，中国政府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在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中国又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倡议，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这2个文件发布以后西方媒体曾经普遍宣称他们缺乏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在中国成功斡旋了沙特和伊朗关系之后，外媒开始觉得中国还真有可能在调停俄乌冲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也有一些媒体对中国调停俄乌冲突并不看好，他们说的不利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香港南华早报在3月15号的文章就指出，俄乌冲突与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关键的因素有沙特和伊朗并没有直接发生冲突，只是地区竞争对手，最多只能通过代理人进行对抗。而俄乌双方正在战场上直接厮杀，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调解起来难度必然更大。中国与沙特和伊朗的经济联系都很密切、很深入，在调解双方矛盾的时候可以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而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地缘政治因素压倒了经济因素。对俄罗斯来说，北约东扩到乌克兰是不可接受的战略结果，必须夺取乌克兰东部的土地作为缓冲区。而对乌克兰政府来说，保持国家领土完整是政府的第一要务，这个矛盾是不可能被经济合作的美好前景所抵消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在伊朗与沙特的和谈中，各方都不愿意有西方势力的干扰，而在乌克兰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和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援助，不可能放弃在乌克兰的既得利益。泽连斯基已经骑虎难下，中国的调解恐怕不会生效。因此也有一些媒体对中国调解俄乌冲突并不看好。另外我们也需要明白一点，从历史上的战争来看，如果交战双方想要和谈，通常要么是一方已经被打趴下，要么是双方都精疲力尽，无以为继。但是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双方都还没有精疲力尽的感觉乌克兰政府在西方支援下还在坚持着要收复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而俄罗斯还能将冲突持续下去，发誓要夺取乌克兰东部的几个州。因此现在中国的调解双方的矛盾时机也不是在最合适的时候。但是对俄乌冲突我们必须表现出调解的态度。能否调解成功，结果并不重要。世界上并不只有俄乌冲突这样激烈的矛盾，还有其他很多并不强烈的国家矛盾。中国调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的成功经验完全能够应用在其他地区，这对于打破美国的霸权主义国际政治惯例已经足够了。在2023年，中国外交将会有效出击，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